对于一个 NBA 巨星来说，想要在忠诚和利益中间抉择是非常困难的。一支球队能够得到当家巨星留队效忠的承诺，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可遇不可强求的事情了。但有的时候，他们的忠诚换来的却是背叛。有很多球队的当家巨星在交易发生之后才得到消息，有些人哭泣，有些人苦笑，有些人在一夕之间看透了联盟的本质，一切都只不过是生意罢了。今天这部影片，阿斌就来盘点一番5大先斩后奏的球星交易。第5名，哭泣的哈登。11至12赛季固然是热火3巨头的天下无双，但是那支来自俄亥俄河马城的雷霆青年军同样值得人们期待。绝大多数的媒体和球迷对他们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，只要雷霆3双能够重整旗鼓，就一定能够卷土重来。雷霆接连续约杜兰特和威少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留下詹姆斯·哈登。虽然哈登想要4年6000万美元的合同，雷霆队管理层只愿意提供一份4年5200万美元的合同，双方产生了一点点矛盾。但是在很多人看来，哈登的要求并不算过分。为超级第6人开出一个与埃里克·戈登相近的合同，这几百万对于雷霆来说并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，甚至可能是一种甜蜜的烦恼。哈登自己也对留队充满了信心。世界上所有的球迷媒体， NBA 其余的所有球队都深知3少的无可替代，除了雷霆管理层自己。他们给哈登打了个电话，开出了4年5400万美元的合同，并且只给了他1个小时的考虑时间。哈登被突如其来的消息给整懵了，他无法接受球队因为600万美元就放弃自己，而还没等他与经纪人沟通好，雷霆管理层再一次打电话过来，你可以去休斯顿火箭报道了。被交易走的哈登为此伤心了1个晚上，在自己的房间内整夜以泪洗面，痛哭流涕。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份耻辱，以及在火箭队的无限开火权，哈登才成为现在联盟里 MVP 级别的超级巨星，而雷霆也白白失去了一次建立王朝的机会。第4名，发生在全明星赛的交易。2017年2月11日，鹈鹕所在的新奥尔良正在举办那一年的全明星赛事，考辛斯正以国王领袖的身份来到这里参加全明星正赛。这是考辛斯的第3次全明星之旅，但是在他只打了2分27秒之后，就坐在板凳席上看完了整场比赛。原来早在全明星正赛半场结束之前，他的所有国王队员、教练组都没有等他，直接飞回了萨托门托，而他们的当家球星已经被管理层留在了新奥尔良。在比赛结束后，满脸轻松和笑意的考辛斯正在接受一众媒体的采访，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提醒媒体们优先提问全明星赛的问题。考辛斯此时还是一头雾水，问道：我们还有其他什么问题？此时的气氛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，全场所有人当中似乎只有当事人考辛斯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工作人员突然走到他耳边密语，然后考辛斯的笑容突然凝固，惊讶地说道：哦，真的吗？随便啦。然后故作随意的样子对着眼前的镜头说道：全明星赛棒极了，我很享受新奥尔良这座城市，我爱这里。可是早在1个星期之前，国王的总经理迪瓦茨就曾来到考辛斯的家中。虽然这个全明星刺头和球队之间有过不少的分歧，但是考辛斯和迪瓦茨还是最终达成了共识，考神将会留在国王。辛斯在后面的采访中认为球队做到的一切都是欺骗，让他非常的痛苦。他怒斥球队的管理层做了一个懦夫的举动。当他被问到如果你在球队做了不同的事情，你就不会被交易了吗？不，我仍然不知道原因，我不知道。如果能改一改他的暴脾气，考神的职业生涯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历程呢？第3名，罗德赞的抑郁症。2018年的夏天，最受瞩目的无疑是马刺少主伦纳德的去向，但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夏季联赛期间，他的下家赔率突然从洛杉矶、费城还有波士顿的球队里突然变成了远在多伦多的猛龙。一时间，罗德赞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他是 NBA 第一个公开抑郁症的球员，这样的流言风语自然让他坐立不安。他向与自己共事了无数日夜的球队总经理乌杰里，这个承认自己是猛龙史最伟大球员的老友确认消息。罗德赞在他这里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：放心吧，德马尔，我们永远不会交易你。然而仅仅1周之后，猛龙就和马刺达成交易，让罗德赞离开了这座他效力了9年的城市，来到了陌生的圣安东尼奥。这个消息让罗德赞有些措手不及，抑郁症将他扯进了更痛苦更黑暗的深渊。他在午夜来到了停车场，找到一块空地坐下，然后花了整整2个小时才捋清自己的思绪。此后他再也没有和乌杰里说过任何话，也不打算再说一句话，他们之间已经完了，没有理由再有关系了。当罗德赞将他当作兄弟和老友，并且向他承诺只要球队需要
只要自己能够做到，他会向球队付出自己的所有。但是到了最后，却依旧只是别人货架上的商品。这样的背叛，换谁能够不失落呢？更何况是拥有抑郁症的罗德赞呢？第二名，发生在比赛过程中的交易。15至16赛季结束后，巴恩斯带着总冠军小队前锋的荣誉来到独行侠，帮助他们进行重建。在他为达拉斯效力了3个赛季之后，独行侠的战绩也有了一些起色。然而，在一场对阵黄蜂的比赛过程中，巴恩斯的表现依旧活跃，上场了25分钟，得到10分、3篮板、1助攻。但是在第3节结束前，主教练卡莱尔特意叫了一个短暂停，将巴恩斯换下。一头雾水的巴恩斯走到主教练面前，但是得到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：他此刻已经不是独行侠的球员了。就在刚刚过去的1分钟里，与贾斯汀·杰克逊以及扎克·兰多夫互换东家，也就是说，当下就是他最后一场身披蓝色球衣的比赛。巴恩斯知道消息后，表情也像是石化了一样，回到了替补席。东契奇一个进球，巴恩斯依旧拍手叫好。这边诺维斯基被克莱伯换下，巴恩斯和老大哥击掌，两人耳语了几句，好像在享受在达拉斯最后的时光。这样的表现，心里反而更难受吧。第一名，被封城遗弃的玫瑰。2008年，芝加哥利用自己的状元签选下了德里克·罗斯，并且一跃成为 NBA 的东部强队之一。罗斯在2011年还击败了詹姆斯，成为了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得主。虽然在后来遭遇了严重的伤病，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，罗斯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奉献给自己的家乡。但是后来，罗斯在一次与美国知名影业合拍自己的个人纪录片时，被问到了关于自己的交易流言。此时的罗斯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打包离开，他一直强调自己待在公牛真的很开心，他们即将走上正确的节奏，为公牛赢球是唯一值得他思考的问题。但是很快，他的采访被一个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，是他的经纪人 BJ 打过来的。刚刚还一脸轻松的罗斯突然没来由地感到紧张，因为他知道 BJ 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才会鲁莽地打断自己的采访。隐约之中，也许罗斯已经猜到了接下来的事情，但是他还不愿意相信。怎么了 BJ？ 我刚刚和菲尔杰克逊打了电话，尼克斯将会发生一笔交易。罗斯的声音有了明显的哽咽和颤抖，几乎是低吼着喊道：你在撒谎。 BJ 遗憾地告诉他：我没有，兄弟。罗斯抱着头想要逃避镜头，他来到院子里再次确认这个消息。你认真的吗？说完，罗斯已经忍不住抽噎了起来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。然后 BJ 耐心地安慰已经崩溃的罗斯，过了许久才让这个曾经的芝加哥英雄稳定下来情绪。他还要回到客厅继续接受采访，只是在镜头面前的罗斯已经不像几分钟前那么从容，看上去是那么的迷茫和脆弱。当不知情的采访者问到刚刚接了电话之后发生了什么，罗斯已经平复的心情再起波澜。他挠着头，声音颤抖地说：我可能要被交易去纽约了。他此时已经完全绷不住自己内心奔涌的悲伤。曾经一人带领芝加哥人抗衡巅峰热火三巨头，在伤病的折磨下依旧想要作为曾经的风城玫瑰，但是这一切在那一刻被突兀地画上了句号。罗斯在痛哭过后似乎有了一丝丝的明悟，他对着镜头说道：所有事情都有个结局吧，这就是生意。NBA 是一个这么一群人，他们仿佛是 NBA 这个商业大熔炉里的一股清流，他们为球队出生入死，帮助球队变得更好。可在他们老去之后，却惨遭球队的无情抛弃，甚至还有一支球队直接侮辱了球队的队魂，简直不要太离谱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 NBA 历史10大晚年超凄惨的球星。第10位，布雷克·格里芬。格里芬在2009年选秀大会中以状元秀的身份被快艇选中。虽然第一年因为伤病没打，但第2年复出之后直接打满了82场常规赛，砍下场均22分、12篮板、3.8助攻的数据，拿下了当赛季最佳新秀。后来保罗来到快艇之后，快艇成为了争冠级别的强队，但后来保罗和快艇管理层闹翻。17到18赛季的时候，28岁正值巅峰的格里芬跟快艇签下了一份5年1.73亿的顶薪合同，但刚过不到半年就被快艇送去了活塞。冰冷的商业联盟让他的忠诚一文不值，而格里芬还没有吸取教训，格里芬还为了活塞的季后赛打封闭上场，这令他彻底丧失了运动能力，反而被活塞买断，直接跌落神坛。商业联盟再次给他狠狠地上了一课。第9位，拉马尔·奥杜姆。
奥杜姆最开始的生涯是在快艇开始的，并且也是在快艇打出了名堂。后来加入热火打了1个赛季之后，又被交易到了湖人。商业联盟球员交易都是十分的正常。打到湖人之后，奥杜姆作为球队第6人发挥得非常出色，成功的找到了自己的球队定位，帮助湖人实现了2连冠的壮举，并且还在2010到11赛季获得了该赛季最佳第6人。奥杜姆虽然不是湖人培养起来的球员，但却是实打实的对球队有突出贡献的人，也将自己的青春和巅峰留在了湖人。就在夺冠第2年，湖人为了得到克里斯保罗，就拿奥杜姆做交易筹码，令人心灰意冷。就算后来这笔交易被联盟叫停之后，奥杜姆依然还是选择离开了湖人。第8位，保罗·皮尔斯。在1999年的选秀大会上，塞尔提克用首轮10号签选中了皮尔斯，塞尔提克也把他当作球队领袖去培养，而且皮尔斯也兑现了自己的天赋，刚打了2-3年就把球队带进了季后赛，而且还带队打进了东决。后来虽然年年都是一轮游，但好歹还是一支季后赛级别的球队。等到塞尔提克组成3巨头之后，不光杀入了季后赛，而且还让塞尔提克时隔多年再次拿到总冠军。皮尔斯本人也拿到 MVP。在之后的几年之内，塞尔提克一直都是争冠强队。但到了2013年夏天的时候，冷血的丹尼安吉用皮尔斯和加内特等人去骗篮网土豪老板，换来了大把的选秀权。有时候不是他们不想终老，球队实在是不给他们这个机会。第7位，阿伦·艾弗森。艾弗森作为96年黄金一代的状元秀，刚进联盟就在聚光灯下。作为球队领袖，一场打40多分钟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艾弗森也为76人带来过辉煌，曾经也杀入过总决赛。虽然未能夺冠，但当时的76人是 NBA 人气最高的球队之一，老板也是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后来艾弗森和球队主教练矛盾升级，但艾弗森明显是个不安分的球员。后来的教练也是没有一个能合得来的。76人管理层不想看到球队成为艾弗森一个人的球队，于是只能交易到了金块。这笔交易也让艾弗森离开了费城，让艾弗森终老一城的故事破灭了。第6位，德马尔·德罗赞。德罗赞是2009年在首轮第9顺位被暴龙选中的。2009年的选秀是一个后卫大年，当年有许多优秀的后卫球员，德罗赞并不是最出色的那一个，可这并不影响他的能力。在暴龙效力期间，德罗赞多次带领球队杀入季后赛。后来洛瑞来到暴龙之后，2人组成了垃圾兄弟组合，战绩一直排在东部前3的位置。但德罗赞和洛瑞的能力确实有限，在那几年里，暴龙始终无法突破詹姆斯这座大山。德罗赞曾得抑郁症，多少也跟詹姆斯有点关系。2018年夏天的时候，看不到希望的暴龙管理层准备将德罗赞交易出去，但当时暴龙多次公开说不会交易德罗赞，最后还是做出了这一行为，可以说是伤透了他的心。第5位，德维恩·韦德。韦德可以说是热火的功勋老臣了，整个职业生涯为球队带来了3座总冠军奖杯，而且这也是热火唯一的3个冠军，说是热火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也毫不为过。按理说，对于这样的球员，球队应该把他当作球队图腾一样。可冷血的不止丹尼安吉一人，帕特莱利同样也是以冷血无情出名的。2016年夏天的时候，韦德合同到期，之前韦德为了球队组3巨头，于是主动降薪。按理说，球队现在应该给他足够的补偿，但莱利看着韦德下滑严重，于是就给出了1年1000万的侮辱性报价，这也让他一气之下去了公牛。虽然最后还是回到热火退役，但有了这么一出之后，韦德和热火的故事就变得不那么完美了。第4位，尤因。尤因是1985年状元的身份进入 NBA 的，状元自然是被当作球队领袖去培养的。在尼克斯的时候，球队一直都是东部劲旅。由于在尼克斯的15年内13次带队杀入季后赛，并且还打进过总决赛，虽然没有能为球队拿下1座总冠军奖杯，但确实是劳苦功高。2000年的时候，尤因已经打不动了，尼克斯认为他已经不行了，于是把这个为球队奉献15年的老将送走。第3位，德里克·罗斯。罗斯是对主队效力时间最短的球员，但是他对于球队的贡献那可一点也不低。自从乔丹时代结束之后，公牛一直都是东部的边缘球队，就算是进了季后赛也是一轮游的水平。2008年，公牛用状元签选了罗斯，罗斯也没有让球队失望，时隔多年再次将球队带入东部决赛，而且还拿到了史上最年轻的 MVP 的称号。但罗斯身体太过于脆弱，连续2次身受重伤，这也让公牛对他彻底失去了耐心。于是2016年的夏天将他交易到了尼克斯。罗斯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交易了，还是看到新闻之后才知道。得知自己被交易后，罗斯泪流满面，给经纪人打电话大骂对方是骗子，为了球队奉献自己的一切，转手却被交易出去，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。
第2位，托尼·帕克。作为马刺 GDP 组合之一，帕克在2001年被马刺选中。作为一个来自法国的新秀，最初帕克是不被 NBA 所重视的，但马刺给了他机会。新秀赛季就以首发的身份登场，后来为马刺拿下4个总冠军，将自己所有的青春都留在了马刺。然后到了生涯末期的时候，帕克的竞技状态下滑严重，那时球队也早就不是争冠的行列了。再加上帕克和马刺合同也到期，帕克想要一份1000万年薪的养老合同，但球队只愿意给他底薪。再加上和伦纳德的矛盾，球队选择了更年轻的那个。于是帕克选择加盟了黄蜂，打了1年之后在黄蜂退役。有意思的是，马刺最后也没能留下伦纳德。第1位，哈基姆·奥拉朱旺。作为乔丹同届的状元秀，奥拉朱旺从一进联盟开始就是星光环绕。奥拉朱旺也是开局就满级的新秀之一，不仅将火箭带入了季后赛，而且还带领火箭2次拿下总冠军，成为火箭队史的得分王、篮板王、盖帽王。退役之后入选名人堂，退役球衣立雕像，入选50大和75大巨星。奥拉朱旺无疑是一名伟大的球员，但伟大的球员也有老的那一天。火箭在奥拉朱旺打不动的时候，选择将他送到了暴龙，在暴龙度过了1个赛季就黯然退役。这样的球员不能在主队退役，实在是可惜。吉布森战术犯规，后者2罚命中，公牛以96比93领先，但随后 J.R. 史密斯标中横扫3分追平。最后3秒，公牛边线发球，接球的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罗斯。芝加哥1号将担负球队最后一击的使命，他会如何选择？此前他曾数次做到过，而这一次恍如隔世。今年是罗斯和詹姆斯继2011年之后又一次在季后赛交手，而在这4年里，双方的经历大相径庭。2011年东决 G5， 公牛遭遇黑色3分钟，被热火淘汰出局，史上最年轻的 MVP 难掩落寞神情。面对3巨头，他已尽最大的努力。这一年，罗斯春风得意，球风劲爆，打法犀利，盛开的玫瑰惊艳了整个 NBA。他的表现也帮助公牛强势崛起，芝加哥终于看到了后乔丹时代的曙光。根正苗红的他不仅是球队的希望，也是联盟未来的门面。整个季后赛，罗斯场均砍下27分、7.7助攻、4.4篮板，比常规赛更加出色。纵然没能走得更远，但所有人都相信他已经成为联盟一股新势力。接下来将继续和热火在东部分庭抗礼。2011年12月，罗斯与公牛完成续约，双方签订了一份总价值9400万美元、为期5年的超级顶薪合同。为什么要加个超级？因为根据一则条款，他要比其他球员多拿1100万美元左右，而这则条款就是著名的罗斯条款，能解锁他是新人实力最好的体现。2011至12赛季 NBA 经历劳资停摆后，终于在圣诞节拉开大幕。但是缩水赛季必然导致赛程更加紧密，高强度的对抗得不到好的喘息，加上公牛球风过硬，拼得太狠。赛季中期，罗斯就遇到了严重的伤病困扰，常规赛仅出战36场。不过公牛还是横冲直撞，连续第2年获得联盟战绩第1。但在顶翻一个个对手的时候，也埋下了深深的隐患。季后赛首轮第1场，面对东部第8的76人，实力明显占优的公牛牢牢掌控比赛。但是有句话叫做握得越紧就越疼。在第4节的垃圾时间，主帅希伯杜并没有撤下主力的意思，罗斯依然留在场上。在一次行进间跳起突破分球之后，玫瑰轰然倒下，意外离场。从他痛苦的表情来看，情况绝不简单。果不其然，随后公牛宣布罗斯交叉韧带撕裂，季后赛报销。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。如果可以重来，希伯杜肯定安排罗斯早早休息。但世间最难的是没有后悔药。最终公牛被黑八出局。相比于系列赛输球，罗斯的健康问题才是笼罩在芝加哥上空的乌云。2012至13赛季，罗斯正式缺席了整个赛季。上赛季罗斯回归，但打了10场球后又再度报销。谁能想到公牛1号的职业生涯会从童话般的新秀发家史变成噩梦般的病历本？要知道 MVP 赛季的罗斯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，而这2年联盟优秀控卫如雨后春笋纷纷崭露头角，而玫瑰却再难盛开。球迷最大的遗憾就是只见过健康的罗斯，却没有见过巅峰的罗斯。时间来到今年，可以说眼下是 NBA 史上非常重要的节点。前面4年，詹姆斯和热火主打小阵容，夺得2连冠，书写成功，而联盟风潮也向着小快灵飞奔。可是，在2014年夏天，老马刺击溃了热火，重回骑士的詹姆斯披上了重甲，西区的勇士在常规赛势不可挡，但小球旋风在季后赛能刮到哪，不得而知。
历史的车轮是停是走还没有公开的答案，而公牛的理念还是主抓防守和阵地进攻。本赛季引入的保罗·加索尔，光是揭幕战冒翻詹姆斯最后时刻的上篮就让人记忆犹新，加上去年入选一阵一防并拿下 DPO1 的诺阿，公牛内线堪称豪华。巴特勒也在飞速成长，这位乔丹私生子本赛季场均得分暴涨将近7分，在进攻端提升的同时，防守端也没有落下。就在前2天，他拿到了 NBA 球员进步奖。纵观公牛，这支红色军团的风格始终不变，而唯一发生改变的是罗斯。常规赛里，罗斯出战了3年来最多的51场比赛，场均17.7分、4.9助攻、3.2篮板，是队内排在巴特勒和加索尔之后的第3得分手。数据与大伤之前不可同日而语，每当他打成漂亮进球后，收获的掌声更像是一种鼓励。当他快速启动时，也深深牵动着球迷脆弱的神经。不可否认的是，罗斯已经今非昔比。到了季后赛，球队也是由巴特勒主攻。首轮 ，JB 场均24.8分，较常规赛又有了明显提升。罗斯担当辅助，场均是19分，不过3分球把握不错。公牛以4-2淘汰公鹿晋级，而他们次轮要迎战的是老对手詹姆斯率领的新骑士。第一场，大卫布拉特教练变阵，让詹姆斯和莫兹科夫搭档内线，打4号位的勒布朗面对公牛的内线绞肉机式的防守很压抑，骑士输掉了 G1。第二场 ，TT 重回骑士首发，从4号位上解放的詹姆斯回到小前锋位置，如鱼得水，骑士将比分追到了1-1。系列赛来到了芝加哥，今晚 G3 显得尤为重要。比赛一开始就进入了公牛的节奏，让人梦回10年前的防守时代。开场双方打了2分钟都不得分，内线各种拼抢篮板球，在开局5分钟时，欧文才投进了本场第1记3分，而主队更是首节过半才由邓利维外线开张。公牛贯彻内线进攻，几乎所有的球都打到篮下，而骑士虽然摆上高度，但还是以投射为主，加上詹姆斯发动进攻转换，打法看上去更加时髦。首节末段，骑士暂停换人压缩尺寸，摆出了德拉维多瓦、JR2、詹姆斯、琼斯、TT 的1大4小阵容，加快场上节奏。而公牛则是换上了吉布森继续打内线。随着骑士连中2记3分，首节打完24-18，客队领先。在第2节的初始阶段，阿隆布鲁克斯接替罗斯上场。这位老熟人离开休斯顿后颠沛流离，他在芝加哥打了2个赛季的替补控卫，在今年罗斯休战时还会顶上首发，场均得分能够上双。不过今晚他的手感并不理想，本节4次出手仅命中1球。在詹姆斯终于下场休息的时候，希伯杜立刻换回了罗斯，留下了状态出色的米罗蒂奇和邓利维，整套阵容就是给罗斯拉开空间。不得不说，他和自己的这群公牛将士还是很有默契的。玫瑰在主攻的同时，还为球队创造投篮机会，单节送出4次助攻，很好的盘活了球队。半场结束，59-57，公牛仅以2分之差落后。一边再战，多阿率先得分，此前7中0的他打破了个人进球荒。虽然进攻端表现挣扎，但在防守端无比强硬。上半场就已有10个篮板以及3个盖帽，显然他会把激情继续保持下去。随后，詹姆斯突破巴特勒，却被诺阿后个震着，生生把球捂在了怀里。可是裁判响哨了，这下双方都不满意了。詹姆斯觉得应该给投篮犯规，而诺阿则认为这是个漂亮的防守抢断，比赛正酝酿着火药味。接着，詹姆斯继续在一侧背身要球打巴特勒，由于3秒规则，诺阿必须先出去再回来协防。就在此时，詹姆斯直杀篮下，诺阿盖帽不及，目送对手完成暴扣。进球后的詹姆斯还不忘向诺阿说些什么，被裁判吹罚技术犯规。诺阿立刻使劲鼓掌予以嘲讽，一如他之前对热火时期的詹姆斯那样。然后双方又起了口角，火星四射。3节战罢，73-74，公牛稍稍领先。末节归来，在希伯杜也摆上了小阵容，让吉布森打中锋，米罗蒂奇上去拉开空间，把舞台留给罗斯。得到释放的玫瑰先是突破，接着造杀伤，再命中后撤步中距离，帮助球队领先。而骑士这边则是由詹姆斯予以回应。随后两人展开正面对话，罗斯运球推进到弧顶，米罗蒂奇过来假掩护带走香波特。罗斯面对詹姆斯，左右运球后直接向左边大力运球后撤步，在空中歪着身子再投进中距离。这不单单只是简单的2分，而是一个非常反映球星气质的回合，一个强硬且毫无道理的回合。不过罗斯是真的回来了，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缩影？比赛未决，不下断言。接下来巴特勒继续上火力，连续命中，詹姆斯也连入中投得手，又助攻 JR 命中3分。此后双方都将防守做到了极致，换防场面络绎不绝。
最后，詹姆斯和巴特勒对抗，终于搏到了罚球，而巴特勒随即强突篮下还以颜色。紧接着就是我们视频开头的场景，神经刀图穷匕见助骑士扳平。芝加哥带刺玫瑰握最后一击，只见罗斯从边线折回接到了球，吉布森立刻过来做掩护，罗斯运球杀出，时间所剩无几。TT 上前干扰并未失位，无计可施之时，玫瑰强起干拔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长剑出鞘，战马嘶鸣。比赛结束的红灯已经亮起，全场球迷高举双臂，打板球进，瞬间点燃联合中心，如沸腾的开水掀了盖，似赌注的大坝决了堤。罗斯回来了，他带着满身的伤，带着对命运的顽抗回来了，加油！未来依旧长路漫漫，今夜有你点亮星光。Finds Rose trying to get open, fires away, bang! It's over! The Bulls win at the buzzer! 我是阿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